日本一直以来啊，就是一个充满灵异而神秘的地方。民间呢，不仅有大量的鬼神的文化，而且都市传说也是铺天盖地。那今天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个曾经吵得沸沸扬扬的地方。传闻啊，这里原本住着一对很恩爱的老夫妇，不过年事已高的老爷子啊，却患上了老年痴呆，而老妇人呢，就一直护理着。但老年痴呆患者看护呢，是难以想象的残酷。这护理1-2天啊，没有什么问题，而时间久了以后呢，精神上啊就会慢慢的崩溃掉。这果不其然啊，老妇人后来因为忍受不了精神上的折磨，就把老爷子呢给杀掉了，然后自己啊在房子里面点上汽油以后呢，最后了结了自己的生命。从此以后呢，这里就成为了一个灵异不断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，也就是从这里开始。而相传呢，那个老妇人她的灵魂啊，常常就会站在这口井的旁边。哇，这真是让人啊不时会联想到有一部电影，那个贞子啊从井里面爬出来的景象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老人啊过世的照片，不知道这个照片啊是不是那个老爷子的照片呢？旁边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的照片，这有可能是那个老妇人吧？这应该就是传闻中啊那个非常凶险的镜子了。你看这风非常的大，看把人都要吹飞了。这吹起来，我感觉走路啊都左右的在晃动。这外面的室外的温度，我估计在2度1到2度左右吧，吹在脸上就像是刀在割一样。那说回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悲剧啊，当那个事件发生了以后呢，那栋老宅啊就有各种灵异的传闻，而我总结了一下，大家讲得最多的呢，无非就是以下3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在那个老宅的里面有一口古井，而相传呢，老妇人的灵魂呢，常常就会在那个古井的周围呢徘徊。第二的一点呢，就是在那个房子里面好像有一个镜子，有去探险的人呢，就会从那个镜子里面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。第三的一点呢，就是当靠近那个房子的时候啊，就会感觉到身体有一些不适。由于那个老宅啊，它废弃了很长的时间了，所以从谷歌地图上面很难找到它的具体的 location。我是找了很长的时间啊，总算才锁定了它的位置，应该就在这附近不远处了。那我们就一块去看一看。
我想我已经来到这个老宅的旁边了。如果不说的话，很难想象这里面啊就是那个老宅。旁边这里啊还写上了禁止进入的标识吧。现在全部是被这些竹林啊遮挡着的。从这里走。哇，风非常的大。哇，我想我已经找到这个老宅了，它就在我的旁边。你看周围啊，全部是茂密的竹林，而这个老宅它的大门看上去呢，和一般普通的住宅还不太一样。你觉得这看上去像什么？像一个寺庙。对，是不是有点那种神社神庙一样的感觉？但是呢，我感觉又很像是那种恐怖片的场景一样。这里还写了一个禁止进入。应该是房屋里面比较危险吧，如果进去的话，一切后果自己负责。一个木信箱，木门是开着的，这应该得有几十上百年的老宅了。哎。哇！你看我这进来以后，见我这个电筒出问题了。稍等一下，我换一块电池。昨天晚上我专门才把这个电池啊充满了电。你看今天竟然出问题了。这好了。你看这竹林里面，是不是像来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一样？而且啊，茂密的竹林里面，这个阳光很难透射进来，所以走进来以后就感觉像是来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。哇，来看这里，我想啊。这应该就是传闻最诡异的那一口古井了，它就在进门处不远的地方。而这一口井啊，看上去呢还挺有讲究的，那上面有一些漂亮的浮雕吧。你想，能把钱啊花在这样的地方，说明这家主人啊曾经应该挺有钱的。这井现在被遮了一半，啊，从这里看进去呢，底下大概有4米左右深吧。里面现在已经都干枯了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但是传闻啊，这个老妇人她的灵魂呢，常常就会站在这个井的旁边。不过这种精致的造型啊，真是让人有一些毛骨悚然。我突然想到了有一部电影，你看那个贞子啊，她从那个井里面爬出来，
不过那个老妇人啊，她倒不是从井里面爬出来，而是站在这个井的旁边。哇，真是有些让人啊背脊发凉。因为这边又有一道门。这房子啊，非常的腐朽了。哇，现在只剩下了这个铁窗户。你看这些木材，显然是被烧过的。这栋建筑里面啊，它整体呢都已经坍塌了。以前是一个2层高的楼房，现在已经是一片竹林了。那就说明啊，当年那个老妇人啊，她就在这个地方呢了结了她自己的性命。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悲剧。事后呢，当地的人啊，在经过这里的时候，都感觉到毛骨悚然。不过，根据日本都市传说啊，说破坏他们2个人平衡的呢，其实就是这个老爷子他的这个痴呆症。不过，我想啊，这个老妇人在生前的时候，应该也是非常的痛苦。这地上有一个蹲便器，很多地方都已经坍塌了，随处都能看到啊这种烧灼过的痕迹，只剩下这铁窗栏呢。你这里面。我过去看一下，都是木门，这是一个便池吧？蹲便器，随处都能看到这种铁窗户。你看这外面，风特别的大，而且最奇怪的地方就是，这边其实挺明亮的，但是一旦转到这个里面来了以后呢，你看这里面显得极度的阴冷，是就像阴阳交替。那上面。你看房屋的后面这里啊，还有另外一栋建筑。
我想这应该就是主屋了，这门是开着的。不过从外面看上去啊，这房子里面特别的凌乱。我们先围着外面走一圈看一下。那上面的风，吹的就像是有人啊在喊叫一样。空调的外机，哦，这应该是电表吧？你看，这里有一把锁，而且非常的古老，是一种老式的锁。而且在这个窗户上面啊，同样也有铁栅栏，而且你看这个铁栅栏啊，显然像是被人这样拉扯过的。现在外面是包上了竹子，不仅是在这里啊有这种铁栅栏，刚才在那栋建筑同样也有铁栅栏，那就说明啊，可能曾经这个老头子呢，他有痴呆症，他喜欢在外面到处的徘徊，所以啊，才装上了这样的铁栅栏以后呢，防止他逃出去，或者说是在外面发生什么意外吧。因为这边同样也是装上了铁栅栏。像这种铁栅栏，一般在国内的话很常见到，不过在日本啊，一般来讲的话是不会装上这样的东西的。显然这是被装饰起来了，这里面都是铁栅栏。打不开。这里还有另外的，像是电表还是水表，但是很奇怪的是，竟然上面啊还有数字的显示，也就是说并没有断呢。这房子早就废弃了，竟然电表啊还可以正常的使用，难道这里面还住了人吗？哇，这真是非常的奇怪啊！时间是到2029年的10月才过期。这就是房子的内部了，看上去啊特别的黑。那我们就进去探索一下，走。地上这里好像是一张照片吧？你看，都看不太清楚了，好像是一些小女孩。哇哦，这地上乱七八糟的。这房间里面很黑，是一个大通间，乱七八糟的。你看这里有一些照片，好像都是一些女孩吧。时钟。这还有一些老人家，老人家过世的照片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老爷子。
像是被打结过一样。我踩在这个地上都是软的。杂乱的一些物品。这个老式的一个东芝的电脑显示器，这里有一个血压计、血压体温计。老式的缝纫机，哇，来看这里，你看。这桌上啊，有一面镜子，而且啊，这面镜子呢是一块3面镜，这真是很少见啊。传闻呢，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啊，就会从这块玻璃里面呢映入眼帘。镜子上面都已经被打破了，上面的灰尘蛮多的。能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你看到了吗？我也没有这么看到哎。对，回去以后大家看一下，先关过来吧。还是挺有特色的这个镜子。看这边的纸窗，你稍等一下，我过去看一下。你这是这个镜子的另外一边，这厨房吧，灶台，这还有冰箱，你帮我照着一下。冰箱里面是空的，这里有一些水，哎，这水好像是全新的，上面还有一瓶茶，全新的没有开的，都已经放在这里不知道有多少年了。过去。这边是浴室，乱七八糟的，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蜘蛛啊！房间连卖脚的地方都没了。其实啊，从刚才的这一口井，还有这些房子呢，就不难发现，这户人家啊，他们生前应该还算是比较的富裕吧。原本呢，应该是可以将这个老爷子啊送到护理院里面去疗养，但应该是这个老妇人啊，她的自尊心呢不允许吧。从那些残留的铁格子啊，就能看到这个老妇人的执念吧，希望一直啊与这个老爷子呢在一起。而即便这个老爷子呢，他有痴呆啊，这个老妇人呢也不放弃。
有点诡异啊，这个电视机藏在这样的一个角落当中，这过不去。走，从里面走。真的，然后上面丢，这个不是真的。小心点。都是一些生活的用具。破烂不堪啊！柜子里面的这些碗啊，还有碟子，还挺整齐的。好，走出去吧。这是卫生间。出来了，现在出来以后，你看，这外面风啊，吹得更厉害了。刚才看到那面镜子啊，真是让人觉得背脊发凉。你觉得呢？确实挺阴森恐怖的。阴森恐怖啊！不过你想啊，这里流传的最多的传闻呢，主要是老妇人的灵魂，但好像完全听不到那个被杀的老爷子他灵魂什么的。那根据这个传闻呢？为何会在这个井旁仍然可以看到老妇人的灵魂呢？给我的感觉啊，很有可能是这个老妇人呢，她仍然啊对这里有着强烈的思念，或者说是一种执念吧。这就有点像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应该算是一种因果关系吧。或许啊，老爷子呢并不恨老妇人，因为啊这是对老妇人的一种解脱吧。可能啊，这个老爷子早就已经成佛了吧？但是即便是这样啊，这个老妇人她亲手杀死了恩爱一辈子的老爷子，她的心里又作何感想呢？她是否会有遗憾呢？不知道啊。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是小思，这是小思。那我们现在在日本埼玉县的关口，那我们的旅行呢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